OK，嘿，大家好，我是 Jimmy 今天正在听这个 podcast、看这个影片的你老实讲呢，你们有没有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偷偷幻想自己是男主角？Jimmy 会，那另外一个 Jimmy 就是绝对会不然你干嘛半夜在那边重看《007》《烈火悍将》回到未来？你不是在看电影，你是在看如果有一天我的人生也能跟他一样，那会是什么样的光景？我自己以前也是学生时代看《007》，觉得我一定要有一只潜水表会发射镭射光的那一种。OK， 那人生就会变得好像很像，似乎就是我们自己很会讲英文，而且是很英国式的 British 的英文。OK， 很会打架，很会撩妹。当然长大才发现，其实潜水表是真的买得起，但是我还是在加班，还是在赶图，还是在被业主改设计。那当然了，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自从开始玩表之后，我重新开始看这些电影，结果我的注意力就全部跑掉了。以前看的是动作场景、爆破、追车，那现在我看的是什么？在《烈火悍将》Heat 里面呢 ，Al Pacino 戴着那一只 Bulgari 的 Diageo 计时码表，外圈的那个2圈的这个 Bulgari 大到像霓虹灯的招牌一样的明显。Robert De Niro 戴着那一只 Timex 的 Stealth 全塑胶的这个胶壳，数位显示非常安静，就像 Robert De Niro 一样的沉稳。那 Marty McFly 呢，手上戴着那一个最经典回到未来的计算机的 Casio 计算机表，小牌按键排站，整个就是80年代理工男的一个梦。所以如果你们是表迷，就知道这些选择它不是剧组里面随便抓一只那么简单。导演在那个时代要找到这些表放在特定的角色手上，他是能够更去凸显角色在整个戏里面的性格的一个设定。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直接来聊得更轻松、更感性一点点，不光只是分析这些电影用了什么表，而是我们把它来做一个人格测试。你不用真的去买这只表啦，你就是诚实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这几只表真的排开来站，就是你只能选一只戴一整年，你会伸出手去选哪一只？那选完你的人格大概也就被看光了。OK， 那在我们互相伤害之前呢，拜托照惯例，你们如果喜欢这种半夜喝咖啡、喜欢被我戳心脏、训练你的心脏强度的内容，记得帮 Jimmy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们是听 Podcast， 也记得帮我按5颗星星，然后留言。欢迎你们留言，我都会跟你们尽量的去互动。OK， 那这不是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的例行公事，而是对演算法来讲，这些动作就是观众你们也觉得有用的一个讯号。那这种也会决定内容到底适不适合继续走下去。好吧，我们就开始先讲清楚，不然有些人一定会说我又在乱贴标签，就是这不是什么科学严谨人的人格测试，这只是一个电影角色原型加上手表设计语言跟人生态度的一个探讨综合体。那再来一个就是我选了几只表，就是都被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媒体写进电影手表文章里面的，所以也不是我随便乱掰的。OK， 早期 Sean Connery 在演007的时候呢，在那个 Golden Finger 里面手上戴的是 Submariner 的这个6538，那被很多的这个庞德的粉丝称为 James Bond Submariner。OK， 那Marty McFly 的这个 Casio 计算机表呢，它的原始型号是 CA50，后来在续集出现的是 CA53。那卡西欧最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全新的联名款，直接把回到未来又重新拿出来玩。那现代启示录里面的这个 Martin Sheen 呢，则是带的是 Seiko 的6105-811X。那因为这个角色叫做这个 Captain Willard， 所以后来整只表就被称为了 Captain Willard。那甚至 Hodinkee 这一些文章，他们都有提到过这个 Captain Willard 这件事情。那《烈火悍将》是今天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它是由这个 Al Pacino 影帝，再加上 Robert De Niro 影帝，再加上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的蝙蝠侠，叫做 Val Kilmer。这个 Val Kilmer 就是前2年才过世的这个。以前在 Top Gun 里面跟汤姆克鲁斯演对手戏的那个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他走的时候才67岁吧，也非常非常年轻。OK，Thank you Lord。
Al Pacino 带的是这个我刚刚讲这个 Bulgari 的这个 Diagano 的 Chronograph，Robert De Niro 带的这是这个 Timex Stealth 的这个数位表。OK， 007带的是这个 Submariner 的6538。OK， 那这个赛道浪人行则是由这个 Steve McQueen 里面在利曼所带的那一颗 Hoyer 的 Monaco。OK， 那理工宅男我刚刚讲了，就是也不是见的是宅男啦，就是它是 Casio 的计算机 CA50、CA53。OK， 那战地崩坏理想型呢，则是带这个 Captain Willard 这个6105的这个 Seiko。OK， 那最后如果你是失控警探型的话，当然就是我们 The Heat 烈火战将的 Bulgari Diagano。那冷静犯罪型的这种性格的人的话，我觉得就很适合带很沉稳的 Timex Stealth。OK， 那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个整个今天介绍这一些手表，我必须要说 ，OK， 我真的这个我真的是写了非常多，我还是把每一个表从第一支讲到最后一支好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有点烦。OK， 首先我们讲到这个007它所带的这个表，其实是一种安全，然后也是最多人假装自己是这一型的。OK，Submariner， 那当然 Sean Connery 带的是这个6538。我们早期讲的007 Sean Connery 那个年代 Bond 手上的那一颗劳力士，它被写进一堆的 James Bond Watches 的文章里面，所以大家也都叫它 Bond Sub。然后你仔细看那只表，黑色表圈、黑色表盘，设计干净，没有多余的装饰，大指针、大时标，就是要水下或者是昏暗工作的环境下能够看得清楚。那它原本的设定就是一个工具表，可是可以戴在西装的袖扣底下，一点也不违和。所以它关键的4个字，我就叫它安全可靠。那搬进生活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只手表，也不会太过于 high fashion， 也不一定要很有创意，但是就是一只非常安全的一只表。那我觉得啦，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你戴这种潜水表，颜色稳定、有品牌历史的，你不太爱太多太奇怪的一些功能的，只要准、耐操、好搭，我觉得就是像在对全世界宣示，就是我可能没有像 Al Pacino 那么爱在电影里面吼人，我也没有 McQueen 那么的帅，但是至少我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我觉得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它就是 Submariner 就像是一栋非常非常务实的现代豪宅，方方正正，线条干净，外观一点都不浮夸，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那你选这种表，就是看起来稳，实际上也非常稳的一个角色。当然，很多人自称是007型的人，但其实只是害怕自己被看见慌乱的那一面，所以你用一只看起来很冷静的表来装饰你自己，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OK， 那再来讲到 Marty McFly 的 Casio，我觉得我讲他是理工的宅男，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就是我想收回，但是已经收不回，已经录进去了。OK，Marty McFly 带的是这个计算机表，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到第2集，从第1集的这个 CA50 变成 CA53W， 那这2颗后来都变成了这个 Casio 宅宅的神物。那当然也很多的玩家喜欢这个表，也是收藏 Casio 里面必定要收的表。它整个表盘有小小的按键，排得很清楚，把计算机塞在手腕上面，塑胶壳、树脂的这个表带一点都不走高级路线，走的就是小工具的路线。那这一些功能在80年代看起来就很像是科技的一个集大成。那功能一堆，计算机、闹钟、计时，但实际上你真的会用到几个，很难说了。那主要就是看 Marty 是怎么样的人，一个充满了冲动、好奇、做事先上车后补票、敢做梦、计划乱七八糟，会成为朋友，会为家人做傻事，很重感情的人。那如果你现在戴的是 Casio G-Shock 智能表，一大堆的功能，你会很 enjoy 去研究这些设定，看规格，看这个 sensor， 看 app。你讲表的时候会一直讲这个表可以干嘛，这个功能可以干嘛，那你多半是这一种人，脑袋的速度跑很快，人生的流程经常的怎么讲呢？把自己搞得会不会有点太累了一点？ OK， 那理工宅这一型的人呢，我觉得优点就是世界对你来讲它是很有趣的，任何东西你都会想要拆开来看看它是怎么运作。可是我觉得缺点就是
会容易掉进这个资讯过量的洞里面。你一天到晚都在研究比较哪一个规格更好，但是真正去做的事情反而被你拖延。从建筑语言来讲 ，Casio 的计算机表，我觉得有点像是教室或者是伺服机的机房，充满了线路、灯号、按钮，并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它真的就是那么的实用。你戴的这颗表就很像在跟世界说我可能不是最帅的，但是我是系统里面最稳定，我真正什么都懂的那一型的人。那如果要成长，而不再是换更高级、更复杂的表，而是要去学会关掉一些的功能，把注意力收回来，在少数真正值得你重要去专注的事情上面。OK， 那再来我们讲到的是赛道浪人 Steve McQueen， 他戴的这支 Heuer Monaco。我们知道这个 Heuer 它有分成 Tag Heuer 跟 Heuer， 其实真正有味道的就是 Heuer。那再加上 Monaco， 我觉得真的就是经典中的经典，真的是没有得讲。敢冲，敢为自己爽，赛道型的人格。在赛车利曼里面呢 ，Steve McQueen 戴的是这个 Monaco 的1133。那这一颗表后来被媒体写成就是电影史上最 iconic 的赛车表之一。那么这个 Monaco 的设计跟前2颗完全不一样。表壳是方的，不是圆的，一眼你就知道，就是跟别人就是长得完全不一样。那整个表面的配置呢是蓝白红针，然后里面有2个计时的小表盘，赛车感非常的爆棚，不是低调优雅，而是那种你看到要么就爱死，要不然你就会觉得太 over 太嚣张。McQueen 扮演的是一个活在赛道上的人，他的人生不是为了稳定，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速度，为那个几秒钟的专注感而产生的。所以如果你也是这种人的话，你对于时间，对于别人不懂你在干嘛，但是你自己享受就好。你对于工作家庭可能这样讲有点怪，没那么负责任，你比较在乎自己认定上面的生活主题，那当然就比较极端一点点。你有喜欢的故事，有稀有、限量、冷门的型号，不爱主流，那我觉得你就很适合选择 Monaco Heuer 的这一只手表。OK， 那再来是战地理想的崩坏 Seiko 的6105 Captain Willard， 它外表是很刚硬的，内心是容易碎掉的。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现代启示录里面这个 Martin Sheen 演的这个 Captain Willard 手上戴的这一只表，后来被称为 Captain Willard。那个不对称的表壳、黑面、黑圈的潜水表，在电影里面几乎一直在他的手上。6105在现实世界里面本来就是越战时期很多美军会买来自己戴的手表，因为它耐操、有防水、有大颗、有够大颗，然后读时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真的会去比较上战场吗？不对，现在谁会上战场？谁想上战场？如果你刚好是乌克兰的佣兵，或者是俄罗斯的俄军的话，我就建议你选这只表。OK， 我这样有点太调侃了，有点酷。OK， 那如果你基本上就是理想主义，想改变世界，想做很酷的事情，想在疯狂的世界里面打脸这个世界，然后你看过太多的荒谬跟不公平，但表面上你却表现得很冷酷，很会讲干话，有黑色的幽默，可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年轻时所相信的东西，却是不太敢承认。那我觉得你很适合这只表。品牌故事里面一直萎缩的战争历史任务探讨跟冒险，那你喜欢它是因为这些东西撑得过陪着你走过的那些苦日子，那多半你就是这一组的。如果从一个设计的角度来讲，6105就很像是碉堡或者是一个工业的遗址，它的外观一点都不华丽，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丑。好了，我就是其中一个了。但你知道它就是真的扛得住的那一种压力，那种被轰炸。我觉得最容易让人说出来这一只表的一句话就是哎，世界也就是这样嘛。嘴巴上看得很开，那你的收藏的表全部都是跟苦难跟历练扯得上关系的东西，你其实是在用表纪念那一些你曾经相信过后来被迫放掉的理想。我觉得残酷一点讲，就是你已经不太相信这个社会或未来会变得更好，你只是从过去的故事的经验里面学习如何去安慰自己，帮自己舔伤口。我觉得这并没有错，但如果你就停在这边，你就会像那些废墟上多出来的那根钢筋，依然很硬很孤单。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过得越来越好。那再来是《烈火悍将》里面的这个Al Pacino 带的这个 Bulgari 的 Diagano， 他是一个失控的警探，用高调的装备镇压住内在的崩溃。今天的重点，失控型警探。Hodinkee、GQ 很多的文章里面都写过这只表，那他们基本上的共识就是这只表它很当代、很前卫、非常的张扬。Bulgari 的 Diagano 的计时码表呢，双圈刻着 Bulgari 的外圈，运动感的表壳，在90年代 LA 的夜晚里面，完全不会被那个背景吃掉。OK， 那我觉得他在里面演 Vincent 这个刑警的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破案快速，嗅觉敏锐。但他的情绪爆炸，动不动就吼人，然后婚姻非常的失败，家庭关系可以说烂到不行。他在公路上追犯人，就像是猎犬，在家里却像是一条已经迷失已久的老狗。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带着是一只低调的小三针 dress watch， 这画面完全不对吧？Diagano 在他手上呢，传达的讯息很直接，我要的是够重、够硬、够 loud。够大声的东西来撑住我这样子的 overdrive 的人生。外圈的 logo 就像是我讲话的音量，我永远就要告诉你 Bulgari Bulgari Bulgari， 我在对你们喊，我在吼你们。大家如果有看 Al Pacino 的电影，就应该就知道他非常喜欢在电影里面 I told you 我学不像，这个太难学了。OK，我很喜欢这个演员啦。You're going to play this, and you're going to play this, and I'm telling you. OK， 他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大利后裔的一个很棒的演员。就如果有一天他走，我一定会为他潸然而落下我的热泪。OK，Bulgari 这个品牌其实带着一点点的奢华感，那也暗示着有一点被这种狠角色的形象给绑架。那当然了，我不是在讲现行款的一些其他的那些很 jewelry 很珠宝式的那种手表。可是如果你的工作永远节奏就是在帮忙救火、开会、收尾、处理别人的烂摊子，你觉得没有我就会出事情，所以常常自己被推到红线上。那你买东西的偏好是比较喜欢有存在感、大表粗犷、重机越野车，那你其实很累，你不太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你就失去了目标。那你可能就跟 Vincent 一样，就是失控警探型。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我觉得这一种人就像是一栋24小时都亮着玻璃帷幕的那种商办大楼。从外面看，让人觉得你很厉害、很成功，但是里面全部都是过劳，咖啡喝到胃穿孔。你带着 Bulgari 这类型的表，绝对不是为了炫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需要那样的重量。跟那样的粗犷来告诉我自己，我还在，我还撑得住的那种错觉。残酷一点的说，这并不是酷，只是你不想要承认自己在崩溃的边缘，所以你用一只看起来能打的表，假装自己能够再继续撑上下一轮。那烈火悍将里面还有另外一只表，也就是 Robert De Niro 戴的 Timex Stealth， 冷静职业犯罪，只把时间当工具。是我觉得最极端的一型，它是冷静职业犯罪。在某些文章里面讲的很直白啦，就是 The Heat 里面 Al Pacino 他是这个 Bulgari Diagano，Robert De Niro 这是 Timex Stealth， 两只是它是完全的两个反向。这一只表的特征，它是全黑，然后塑胶壳，在画面里面并不会有太多的反光，一点也不会招人瞩目。数位的显示功能实用，计时、闹钟、夜灯一应俱全，便宜、耐摔，可以丢。基本上它就算是摔烂了，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那这个 Neil Macaulay 呢，他的人生原则就是这个演员的这个叫什么角色 ？OK，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就是任何30秒你放不下的东西，就不要靠太近。只要这个东西在30秒内你没有办法放掉它，就不要靠太近。所以他带了一只非常实用，一只不可能昂贵到产生情感的手表，因为他要的就是一个纯工具。所以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人，决定非常快，甚至有点冷血，你们讨厌拖泥带水，情绪表面非常的平，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保持一种安全的距离，大家可以合作，可以聊天，但是你也随时可以撤退出这段关系。你买东西要的是功能，是耐用度，是实用性，很少被故事所打动，那你可能就是这一型。以建筑来比喻，Timex Stealth 更像是一个没有招牌的仓库或地下室的停车场，从外面看非常不起眼，但是里面可能藏着整个犯罪集团。
你戴着这种表，就像在对全世界讲，我不是来表演的，我是来把事情做好的。听起来很帅，对吧？但现实就是这种人格的代价，就是你真的很难投入任何一段关系或者感情或者事情，因为你保持着那个30秒我就走的那一个退场机制，你连时间都把它当成工具，你不会有太多的情感，久了你的人生会变得过度有效率，但是也会变得很空泛。残酷的总结，你不是在选表，你是在选择你想成为谁。所以我把6种人格大概讲完。007 Submariner 想被信任，看起来很稳定，希望自己是专业的那一端。赛道浪人 Monaco 为了爽快而活，不在乎主流的眼光。理工宅男的 Casio 计算机表，脑袋超快，资讯成瘾，人生流程常常卡住。战地的这个 Wheeler 的 Captain Wheeler Seiko 的6105，外表硬派，内心充满着战损跟遗憾。失控的警探 Bulgari Diagano 用高调的装备撑住快要爆炸的人生节奏。最后一个 Timex Stealth 冷静职业的犯罪，冷静职业的罪犯，把一切都替换成工具，连时间也是一样。你现在心里面应该会有一只特别有感觉的手表吧？我要你做一件有一点羞辱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在留言区写下你觉得你最靠近哪一种类型。现在手上最常戴的是哪一种手表？不要写我全部都会戴一点点，这种那是废话，我根本就不想听。OK， 请你逼自己选一个就是最靠近你的 character， 你的人生的个性，你的电影里面的性格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在收集手表，其实我们在收集的是一个我们对于生活理想中的自己。你买潜水表是因为你很喜欢潜水吗？还是因为你想要说服你自己，我是那一种可以突破极限的人？你买军表是因为你真的要上战场吗？还是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没有打完的仗？你买高调的计时码表是因为你真的会去计算所有的时间差吗？还是因为你只需要那个重量跟那个分量来压住你快要爆掉的焦虑？我觉得这一集不是要你们以后买表都变得很严肃，而是希望你们在下一只表的时候可以停个3秒钟，问一问你自己，我到底是在买一个物件，还是在买一个我心里面所希望成为的角色？好吧，那今天深夜咖啡的 Episode 7第7集，如果你们还在线上，代表你们不是只是来听爽看爽的，你们是一个真正被愿意戳一下的人。不论手表贵与便宜，他们都留不住时间。每一个当下，你我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的历史。吉米一直觉得玩表玩到最后，玩得健康的人不是拥有最多只的那一只表，而是那个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戴这一只表的人。你戴的水鬼，也许是要提醒自己要稳，也许是你为了帅。你戴 Casio 是在跟自己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放弃那个对于未来好奇的那个心态。你戴的6105，可能是在纪念某一个人生战场上的那一颗心。你带着 Bulgari 或者 Timex， 而是对自己生存里面的一种极端的回馈。我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手表不是拿来互相比较、互相开酸，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提醒，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更认真对待身边的所发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更诚实的面对自己到底在演哪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电影、手表、人格测试、建筑废话混在一起的聊天，那就帮我在 podcast 或影片底下按个赞、留言分享给那个自以为是的007或者是失控警探的朋友，好吗？还有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们是 podcast 的观众，也谢谢你们听到了现在。之后我们还会再聊更多别的电影、别的手表、别的人格、别的设计，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我是烂手人设计师 Jimmy，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